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早真的只是一个表示时间的汉字吗？在现在社会，它也变成了一把测量人生的尺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早"这个汉字，一起学习与"早"有关的常用表达，了解"早"背后的社会现象。好，我们先看"早"这个汉字，它在古代的写法是上面一个日，表示太阳，下面像是一个破皮的种子，合起来就像是早晨太阳冲破黑暗的时候。所以"早"的本意就是指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它的引申义是时间在前，就是与平常或者与约定的时间比提前了的意思。好，这两个意思其实都是指时间上的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常用的词语。早餐、早饭，它是指早晨吃的第一顿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把起床后吃的第一顿饭叫做早饭。比如说，我今天起得很晚，到了中午才吃早餐，到了中午才吃早饭。好，下一个词语，早点。早点就是指中国传统的早餐食物，比如说豆浆、油条、包子等等。还有早期，早期就是某个时代或者某个过程的最初阶段，是比较书面的用法。比如说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再比如说，这个项目还在早期阶段，还没有正式开始。再比如说，这种病如果在早期发现应该可以治好。好，下一个词语早报，早报就是早晨出版的报纸。早高峰，早高峰就是指上班日的早晨，大家集中出门上班、上学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呢，人比较多，车也比较多。早市，早市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早上开的市场通常早上才营业，卖菜、卖水果、卖早点，是很多人买菜吃早餐的地方。比如说，我妈妈每天早上去早市买菜，便宜又新鲜。第二个意思是指商店在早上营业，也叫做早市活动。比如说，这家超市每天早上都有早市活动很多东西都打折。早不仅仅是指时间，它有时候也会带上一些好或者不好的评价。我们一起来看看社会对早的各种看法。第一个，早等于勤奋，比如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就是其他的鸟儿还在鸟窝里睡觉的时候，勤劳的鸟儿就早早的起来了，起床了，然后呢找到了虫子吃，形容呢勤劳的人会有好的回报。第二个词语早出晚归，就是早早的出门，很晚才回家，形容上班上学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辛苦。好，第二个意思，早等于优势，比如说早教。早教这个词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流行，指的是孩子在上学前就开始学习汉字、数学、英语等内容。很多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认为早点学习会更有优势，不早点学习的话就会落后，所以给孩子报名很多的早教班。早教这个词也反映了中国家长的教育压力。好，下一个词抢早，抢早就是抢在别人前面行动，目的是占到便宜，获得优势。比如说，这个课程名额很少，想报名的要抢早，
不然很快就满了。在很多时候呢，抢早是一种生存的技巧，早点行动，早点准备，才能抢到机会或者资源。第三个，早等于安全感，赶早不赶晚，就是说做事情呢，应该早点行动，不要拖到最后一刻。比如说明天要去机场，我打算早点出门，赶早不赶晚，害怕路上堵车。这里的早呢，不是为了赢别人，也不是因为勤奋，而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心，不着急，是一种生活里的安全感。第四个，早等于时间不合适，比如说早恋，就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时间太早了，不合适。说起早恋，大家通常会想到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谈恋爱了，这是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很担心的问题，语气一般带有负面的意思，因为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会不会影响学习。在日语里没有早恋这个词，初中生谈恋愛就是中学生の時から付き合ってた。表达上不带有负面的意思，在很多的动漫和电影里面早恋是一种美好青春的回忆。好，下一个词早婚，就是在年纪还不大的时候结婚了，比大多数人结婚的时间早。在很多人看来，结婚太早，不够成熟，考虑的不够多所以早婚也带有一点不太好的意思，负面的感觉。在日本呢，很多人现在结婚的时间也很晚，但是什么时候结婚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日本社会更在意的是你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能不能对婚后的生活负责任。好，早产，早产就是指宝宝在预产期之前生产了不满37周就生产了。说起早产，很多人会担心孩子的身体太弱了，身体还没有长好。在日本，人们也担心早产，但是因为医疗条件比较好很多早产儿也能健康的长大。日本社会对早产，总的来说比较能接受，而且家人和医生也会给更多的支持和安慰。好，早退，早退就是指还没有下班，还没有下课，或者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提前离开了的意思。一般人一听到早退，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不想负责，想早点走，所以早退这个词听起来也不是很好，有时候带有批评的意思。在日语当中，早退 sotai suru 更像是一种正常的流程，只要你提前说明原因，按照规定请假，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也不会去批评你。你看，在中国社会，很多时候早会让人有不好的印象，早恋被认为是不对的，早婚好像是不成熟，早产会担心孩子身体很弱早退会被说不负责任。所以有时候“早”这个词并不只表示时间，它还代表了别人对你行动的判断。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因为太早而被怀疑，因为太晚而被批评呢？早原本是指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是一天的希望，可是在今天，它却变成了一把尺子，测量人生的进度。真正的好节奏，也许不是早到一步，而是刚刚好走在自己的路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视频的最后是一个笔记总结，我们下期再见。